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得到菩提化体弦，成功抵达迦南学院后，萧炎就前往长老院，向苏谦大长老打听学院的院长是否在内院。萧炎将自己身中魔毒般的事告诉了苏谦大长老，但院长已经有10来年的时间没有回来过了。如果不是他定时会找人传来消息，苏谦都快以为院长遭遇不测了，找不到斗尊强者。萧炎知道自己或许只有再找一种异火才能解毒。萧炎向苏谦打听是否知道其他异火的消息，他如此迫切地打听异火的消息，不仅是因为体内的毒素，更是想从异火中得到力量，早日将药老从魂殿手中解救出来。苏谦大长老在知道药老被魂殿的人抓走后，让萧炎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，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，不要轻易去救药老。大长老还告诉萧炎，当年药老交友广阔，大陆上很多实力强横的老家伙都与他有些交情，如果想要救药老，这些人都是一股隐性的力量，尤其是药老的生死至交风尊者。当初寒风对外宣布说药老是炼丹时自焚而死，但风尊者一直都存有怀疑，也是因为怕风尊者查出什么东西，寒风才躲在黑角域多年。而风尊者这些年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寻找药老，如果萧炎能找到风尊者，凭他药老亲传弟子的身份，风尊者对他绝对会比对自己的亲传弟子更好。但斗气大陆这么大，想要找一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斗尊强者谈何容易，所以萧炎觉得还是先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而关于其他异火，大长老也的确知道一点消息，在大陆上有一个名为焚烟谷的势力，焚烟谷自古沿袭着异火排名第12的九龙雷罡火，这种异火的具体作用大长老也并不清楚。就在萧炎沉思的时候，一旁偷听他们说话的新兰终于忍不住开口说，九龙雷罡火早已被印上了特殊的血魂印记，除非修习过焚烟谷功法的人，否则就算得到了异火也无法据为己有。新兰的突然出现让萧炎和大长老脸色一变，在看清来人是新兰之后，大长老告诉萧炎他说的应该不假，因为新兰的家族便位于中州，而焚烟谷也在中州。中州是对大陆中央那块区域的称呼，在那里有无数强大的势力以及奇异种族，那里是斗气大陆的中心地带，也是斗气大陆最精彩的地方。新兰之所以前来偷听萧炎和大长老的对话，是想要得到萧炎的帮助，他以另一种比九龙雷罡火排名还要靠前的异火消息，想要换取萧炎帮助他的家族重新进入丹塔的长老席。萧炎现在虽然还只是6品炼药师，但他的年纪摆在那里，这么年轻就达到了6品，他的天赋之高，就连丹塔中也是颇为少见，所以新兰对萧炎非常有信心。新兰说的是异火榜排名第9的3000焰炎火，3000焰炎火比药老的古灵冷火排名还要高上2名。这种异火并不存在于大地，而是在星空中形成，大多被发现的3000焰炎火都属于灵智颇高的超级天地灵物，非常难抓捕。而3000焰炎火最让萧炎心动的就是它的特殊能力3000星辰体质。3000星辰体质也被称之为不死体，拥有3000焰炎火的人，只要还残余一口气，便能再度生龙活虎。3000焰炎火其实也和丹塔有关系，萧炎和大长老都觉得，如果为了得到3000焰炎火而得罪丹塔，反而得不偿失。不过新兰告诉萧炎，3000焰炎火也只是被丹塔发现，并没有被丹塔收服。丹塔在发现3000焰炎火之后，不少强者都试图说服他，却都失败了。最终丹塔只能将它封印，然后将收服3000焰炎火的资格外发。不过这个外发也是有限制的，丹塔每30年会举办一次炼药界最盛大最有影响力的丹会，而每次丹会的前10不仅有丹塔给予的丰厚奖励，还拥有一次收服3000焰炎火的资格。新兰给的消息让萧炎十分激动，虽然离得到3000焰炎火还有不小的距离，但起码不用再盲目的到处找。不过以萧炎如今的炼药术，想要让新兰的家族重回长老席还是差了点，所以一时之间他们也不急着回中州。深夜，萧炎想着如果前往中州，自己的实力可能还不太够，必须要多一些自保的手段。他拿出魔兽干尸的古翼，准备炼制天焰九行翼。炼制天焰九行翼的前提是要将魔兽翼翅中的残留信息炼化。萧炎的灵魂力量与古翼接触的刹那，就进入了一个灰蒙蒙的世界。面对那股狂暴能量的攻击，吃了亏的萧炎放出了陨落心炎。陨落心炎对灵魂以及虚化的物质能够产生直接的伤害。萧炎发现陨落心炎吞噬了这个世界的灰色气流后，自己的灵魂力量出现了细微的增长。
在发现还有这种好处之后，萧炎体内涌出越来越多的陨落心炎，在将灰色气流全部吞噬之后，萧炎的灵魂体变得更加凝实。古意中残存的气息被炼化完后，萧炎便开始炼制天焰九行翼。古意入体之后，萧炎十分满意，以后遇上比他自己强的，打不赢起码跑得赢。萧炎长时间没有回迦南学院，天焚炼气塔中的陨落心炎早已枯竭。就在他和苏仙大长老商量一个长远的保全之法时，萧厉突然闯了进来，告诉他们韩风将魔岩谷的斗宗地魔老鬼请了出来。地魔老鬼实力强大，又十分护短，迦南学院的院长又消失太久，再加上还有韩风在，他很有可能会兴师动众打进迦南学院。但迦南学院也不是好惹的，苏仙大长老下令即刻进入戒备状态，随时等候着他们的到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